1.3萬億美元，一天時間沒了。這是美東時間6月5號，也剛好是星期五，美國芯片股交出的成績單，有人更是形容那是黑色星期五。那天费城半導體指數單日暴跌了 10.3%， 是2020年3月疫情把市場打到熔斷以來最慘的一天。英偉達一家就蒸發了超過3000億，美光跌了 13%，AMD 跌了 11%， 博通自己又補跌了將近 8%， 2天加起來跌掉快 20% 了。而就在這場崩盤的24小时之前，我剛發了一期講博通的視頻，說了一句讓不少人罵的話。我說博通那 13% 的暴跌不是需求崩了，是市场第一次開始審計一件事， AI 芯片的訂單到底還能不能持續變成真金白銀的收入。我真沒想到這句話24小時就應驗了，而且是放大成了整個板塊的應驗，從博通一只股票變成了对整個 AI 交易的總清算。這件事我看对了，但我昨天坐下來復盤，越想越覺得不對勁。我得先認一個錯，需求那條線我確實看對了，可有另外一條線，我那天站在博通這家公司面前根本沒有抬頭看見它。今天這期視頻我就想把這條線，我自己都看漏的線，一根一根的給你拆開。先把話說在前頭，如果你手機裡現在正拿着英偉達、AMD、美光這些股票，美股周五那天你的賬戶大概也是利了一大片，心裡多半是在打鼓，這到底是泡沫破了該清倉，還是一次該撿便宜的回調呢？那這期視頻的全部價值就是幫你把一件事分清楚。這次崩的到底是這些公司的生意，還是只是他們的股價？這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分不清你就會在最不該恐慌的時候擱在地板上。我們先從那個真正扣動扳机的東西說起。你可能以為是博通的財報，錯了，真正按下那個按鈕的是美東時間6月5號早上8點半，美國勞工部甩出來的一份就業報告。說白了，就是一份經濟好的過頭的數據。5月新增的非農就業 17.2 萬人，這個數字本身不嚇人，嚇人的是市場之前的預期是多少呢？只有8萬到8萬8，實際值差不多是預期的2倍。但這還不是最要命的，更狠的在後面，勞工部順手把前2個月的數據做了上修，3月份從 18.5 萬改到了 21.4 萬，4月份更誇張，從 11.5 萬直接拉到了 17.9 萬。你算算，這2個月憑空多出來 9.3 萬個之前沒統計到的崗位，這麼一改，過去3個月的就業平均值就衝到了 18.8 萬，是2024年3月以來最強的一波。這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美國經濟根本沒有在放緩，反而在過熱。那你可能會問了，經濟好不是好事嗎？股市不應該漲嗎？這就是這件事最反直接的地方。在現在這個市場裡，好消息就是最大的壞消息。為什麼呢？因為經濟越好，就業越強，美聯儲就越沒有理由降息。市場原本一廂情願的賭，今年還能降個1-2次息。這份數據一出來，這個夢當場就碎了。債券市場反應最快，10年期的美國國債收益率一天之內衝破了 4.5% 這道關口，收在 4.54%。2年期更猛，跳到 4.11% 以上，創了2025年2月以來的新高。更誇張的是賭局的逆轉。數據出來之前，市場幾乎沒人在賭加息，壓的全是降息。數據一出，風向當場掉頭。
對年底加息的押注從基本為0一路飆升到了1半以上。最激進的利率期貨甚至給到了接近70%。從賭降息到賭加息，這個180度的大掉頭就是掐死整個市場流動性的那只手。新上任的美聯儲主席 Kevin Walsh 5月份才剛接替鮑威爾，連他的第一次議息會都還沒開，市場就開始替他把降息這2個字從字典裡劃掉了。高盛的首席經濟學家當天發了份緊急備忘錄，原話很乾脆：我們不再預計美聯儲今年會降息，把降息直接推遲到了2027年。法國巴黎銀行更狠，直接喊出從12月開始連續加3次息。那這把利率的刀為什麼專挑英偉達、博通這些股票砍呢？這裡有個細節值得多停留1秒。你想想看，市场給一只 AI 股多高的估值呢？暴跌前 ARM 這家公司的市盈率高達337倍。337倍是什麼概念呢？意思是它今天股價裡80%-90%的價值不是來自今明2年它能賺的錢，而是錢壓在了10年、15年以後的那個遙遠的未來。在金融上，這種資產有個名字叫超長久資產。說白了，一只337倍市盈率的 AI 股，它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跟一張30年期還不付利息的國債是一模一樣的。利率稍微動一動，它的現值就要塌一大塊。所以這是一場純粹由數學執行的處決。當那個無風險利率被改成 4.54%， 哪怕這些芯片公司未來的盈利預期一個數字都沒變，他們理論上的合理估值也會在那一瞬間整體的往下挫。這不是基本面出了問題，這是利率重力在發威。而真正能證明這一點的是當天另外幾樣東西的表現。你別以為只有芯片股在挨刀。同一天，比特幣跌破了6萬美元，是2024年10月以來的最低點，24小時內爆倉17億美元。黄金呢？黄金不但沒有像往常那樣當避險天堂，反而跟着跌了大概 3%。白銀更慘，一天跌了 7.5%。你品一下這個畫面，股票在跌，比特幣在跌，連黃金白銀都在跌，唯一在漲的是美債收益率和美元。這說明什麼？說明6月5號根本不是一次普通的避險，而是一次前資產的重新稱重。比特幣、黃金、337倍的 AI 股，它們其實是同一類的東西，都是不生息，靠市場上的錢多吹起來的故事資產。當美債擺在你面前，白給你 4.5% 的無風險收益，市場就用同一把尺子把這些故事資產全部重新定了價。利率才是那個總開關。說到這兒，你可能覺得那原因不就找到了嗎？利率漲，殺估值，完事。不，如果只是這樣，這些視頻我10分鐘就講完了。真正讓我後來坐不住的是第二条線，一條比利率更隱蔽的暗線。它跟一家根本不造芯片的公司有關，這家公司就叫 SpaceX。你沒聽錯，是馬斯克那個造火箭的 SpaceX。下周，也就是6月12號，他要在納斯達克上市，這是人類金融史上最大的一次 IPO， 估值1.77萬億美元，一次性要從市場裡募走750億美元現金。我跟你講，這750億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得從現有的市場裡抽，市场就這麼多錢，這就是一場零和遊戲。你想買這只史詩級的新股，你就先得賣掉手裡別的東西，騰出錢來。賣什麼呢？當然是賣那些這一年漲得最猛、浮盈最後隨時能變現的，也就是英偉達、
博通這些芯片股。這事有多狠呢？我給你2個數字，你就明白，這絕不是我瞎推斷。第一個，散戶那頭，一般的大型 IPO， 散戶能分到的份額連5%都不到，全被機構吃了。之前我多次講到過，這是馬斯克破了規矩，硬是把30%的份額留給了散戶。30%是什麼概念呢？意思是散戶市场得拿出整整225亿美元的真金白银去打這隻新股。這225億全被凍結在了嘉信、富達、Robinhood 這些券商的打新通道裡。平時市场一跌，是誰衝進去抄底芯片股的呢？就是這些散戶。現在他們的子彈全被 SpaceX 鎖死了。芯片股往下砸的时候，下面接盤的人憑空消失了一大批。第二個數字更要命，是被动基金這頭。昨天那期視頻我們剛聊到 SpaceX 體量太大了，大到納斯達克破天荒的為它改了規則。以前一只新股想進納斯達克100這種核心指數，至少得交易滿3個月。這次直接開了個快車道，上市15個交易日就能進。你知道有多少錢是死死盯着納斯達克100，按权重無腦的买賣的嗎？6620億美元。SpaceX 一进去就是前10大的权重股。這6620億的被動基金，為了給它騰出位置，就必須按比例機械的賣掉指數裡現在的權重巨頭，英偉達、博通首當其衝。這不是人在做決定，這是算法在倒計時的砸盤。你要是觉得大 IPO 抽干市场这话听着像陰謀論，那我們翻翻歷史賬本。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募了218億。就這218億，上市當天亞馬遜跌了 2.1%， eBay 跌了 1.4%， 之後幾周標普500整體回撤了 6%。 再往前2012年 Facebook 上市募了160億，同行的 Jenga 當天暴跌了 13.42%， 還直接觸發了熔斷。納斯達克3周跌了超過 5%。 你看明白了嗎？阿里218億能讓標普跌 6%， Facebook 160億能讓納斯達克跌 5%。 那現在這個 SpaceX 要募資750億，是他們的3-4倍的體量，再加上後面排隊的 Anthropic、OpenAI， 把芯片股砸下去 6% 到 14%。这哪是什麼基本面崩塌了，這是機構和算法騰挪資金的物理必然。這就回到博通那份被罵慘的財報了。我們再冷靜的看一眼數字，博通這季度營收222億，同比漲了 48%， AI 芯片收入暴增了 143%， 全面超預期。它唯一的罪狀是什麼呢？是下季度 AI 芯片的指引給了160億，比市場最激進的俄語預期172億少了12億。就因為少了這12億，股價2天跌了快 20%。 我跟你說，在一個正常的錢多的市場裡，一家公司 AI 業務漲了 143%， 就因為指引差了12億，頂多跌個 3% 到 5%， 跌 20%， 這完全不符合基本面的定價邏輯。真相是，機構急着在6月12號之前湊現金去打 SpaceX。 博通這份還算保守的財報，只是給了他們一個體面的可以光明正大砸盤套現的借口而已。所以到這兒，今天最值錢的一句話我可以交給你了。6月5號這場 1.3 萬億的崩盤，崩的不是 AI 的生意，是 AI 股的估值和市場的資金面。需求那頭一根毫毛都沒掉。把這一句記住，你就已經比那些恐慌割肉的大多數人多看懂了一層。
但你要是以為光靠利率和 SpaceX 就能砸出1.3萬億，那還是小看了這場崩盤。真正的炸藥我還沒拆給你看。你想想看，利率和 SpaceX 說到底是外力，一個板塊要是自己根基穩，外面來2陣風，它頂多晃一晃，怎麼會一天塌掉1.3萬億呢？所以光有火星不夠，底下必須早就堆好了炸藥，這堆炸药就是一個數字73%。費城半導體指數今年到暴跌前為止漲了多少呢？73%。而且就在崩盤前2天的周三，它才剛剛創了歷史新高。一個板塊一年漲了73%，還站在山頂上，這本身就是最大的風險。我給你看它有多貴。這個指數的遠期市盈率，正常年份的歷史均值大概是17倍，暴跌前是多少倍呢？35倍，是歷史均值的2倍還多，處於過去10年裡最貴的那個區間裡。說白了，市场已經提前把未來好幾年的完美預期全部塞進了今天的價格裡，容不下哪怕一丁點的瑕疵。更脆的還在籌碼結構上。高盛有份數据，2026年2季度，對冲基金把多頭倉位裡整整10%壓在了半導體上，這是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同時把軟件倉位砍到了2019年以來的最低。不光壓得重，還壓得集中。典型的对冲基金，前10大重倉股占了72%的倉位，裡頭反復出現的就是英偉達、博通、美光這幾張臉，再加一條，他們的整體槓桿5月份衝到了過去5年的最高點。重倉、集中加槓桿，這3樣湊在一塊，就是一個一點就着的火藥桶。博通財報這點火星一落進去，各家基金的風控線被擊穿，為了控制風險，被迫無差別的砍倉，一砍就是踩踏，這才是單日10%雪崩的真正力學根源。富国銀行的手機策略師當天就一句話點破了：半導體之前嚴重超買，這次是倉位驅動的回調，不是基本面壞了，更不是牛市的終結。你回過頭看，這不就是我那天說的那個可持續性審計第一次在整個板塊層面動手了嗎？我3個月前講英偉達那期就敲過一句話，我說這是 AI 基建狂飆週期裡第一聲沉悶的晚鐘。當時不少人覺得我掃興，現在這1.3萬億就是這口鐘第一次被整個市場聽見。說到這，我得回來認那個錯了。我那天講博通，花了一整期用 FOB 冰城，用 NCNR 這些條款證明博通的錢收得穩，需求不會崩。這個判斷到今天我依然認為是對的。博通手裡730億的訂單一筆沒少，可問題就出在這兒，我盯着博通這家公司的生意盯得太死了，反而忘了抬頭看一眼他頭頂上那個滾燙的擁擠到極致的市場。這就好比你看中了一套江景房，戶型、地段、採光全是頂配，你算得清清楚楚，唯獨忘記了問一句：現在整個樓市是不是已經站在了最高點上？房子是好房子，可你買在了山頂。一只股票的價格等於它的基本面乘以市場願意給它的估值倍數。我那天只算對了前半截，把後半截那個市場情緒給漏了。這次崩的恰恰就是我漏掉的那後半截，而能證明崩的是估值，不是生意的，有一個我見過最乾淨利落的鐵證。崩盤那天，市場上最大的2只半導體 ETF 走出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一只叫 SMH， 权重高度集中在英偉達這些龍頭上，當天被贖回了10.5億美元，恐慌性出逃。可另一只叫 SOXS， 持倉更分散，
同一天不但沒被賣，反而逆勢申購進了 6.46 億美元，是當天全市場資金流入最猛的。你想想看這個畫面，一邊是加了槓桿的快錢在奪路而逃，另一邊是有耐心的長線大錢正張着嘴撿那些被砸出來的帶血籌碼。真要是這個行業的生意完了，要進熊市了，是不會有人在這個時候大筆的接盤的。這種深度的換手恰恰是健康回調最典型的樣子。就连那天跌得最慘的美光，財報剛創了收入記錄，照樣跌 13%。 你看再好的基本面也扛不住估值這一刀。生意和股價本來就是分開的两件事。那講到這兒，對你我來說最有用的東西是什麼呢？是一個能用很久的判斷框架。以後再碰上這種崩盤，你先別急着割肉，就問自己一个問題：這次崩的是這家公司的生意還是它的股價呢？怎麼分呢？看生意，你就盯訂單，盯財報，盯指引有沒有實質性的變差。看股價，你就盯宏觀利率，盯資金面，盯它是不是漲太多了。這次的答案清清楚楚，博通730億的訂單還在，超大客戶上萬億的資本開支還在加，生意那頭沒事，崩的純粹是估值和資金面。這種情況歷史上大概率是均值的回歸，不是趨勢的反轉。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判斷。崩盤之後，華爾街三大投行罕見地站到了同一條線上。高盛把這次暴跌叫擔憂之強，說這是今年難得的逢低買入機會。摩根士丹利說，回調已經接近尾聲，因為底下頂着的是雲巨頭2026年8000億，2027年要衝 1.2 萬億美元的資本開支。美國銀行說的最到位，他一邊提醒短期就是一次估值的重置，懲罰那些被炒得太高的倍數，一邊又強調 AI 半導體的真實需求一年還要再漲 50%。 這兩件事不矛盾，歷史數據也站在了這一邊。費城半導體指數過去每次出現這種級別的單日暴跌之後1個月平均能反彈 6%， 上漲的概率超過60%。當然我得把醜話說在前頭，不能光報喜。這一波要想走出那個漂亮的 V 型反彈，得有個前提，就是後面那個通脹數據別再失控。萬一接下來的物價數據繼續的粘在高位，逼着美聯儲真往加息那條路上走，那這個坑就不是1個月能填平的，得用好幾個月的時間來磨成一個難看的 U 型底。所以我說大概率是回調，不是崩盤，指的是方向，不是時間表。地基沒塌不代表明天就能起高樓。那你可能要問，那什麼時候才是真該恐慌的時候呢？我給你一個信號，記好了，真正該怕的不是利率的漲，也不是新股的抽水，而是那一天當微軟、Google、亞馬遜、Meta 這4大金主裡第一個站出來說我要削減 AI 的資本開支，這才是需求真的開始崩的第一聲警報。在那之前，所有因為利率、因為 IPO、因為超買砸出來的坑，本質上都是估值的坑，不是生意的坑。這兩個坑深淺完全不一樣，掉進去的應對方式也完全不一樣。回頭看6月5號這一天，它崩掉的從來就不只是幾隻芯片股，是芯片股，是比特幣，是黃金，是一整袋靠着便宜的錢，靠着對未來的想象吹起來的故事資產，被那根叫做利率的指針同時拉回到了地面。潮水退去的時候，你才看得清哪些公司是站在真正的訂單和現金流上，哪些只是站在估值的泡沫上。這一次至少在芯片這邊，地基還在，水位還在，
退潮冲走的只是那些加了槓桿追在最高点的浮沫。說到底，能在这种市场裡走得遠的，從來不是跑得最快追得最猛的那個人，而是分得清生意和價格，能在所有人恐慌的時候冷靜問一句到底崩的是哪一頭的人。所以我把我那天看漏的那條線今天補給你了，也想聽聽你的。6月5號那天，你是恐慌割肉了，還是覺得這是個該撿漏的坑呢？你又是怎麼判斷這一次崩的到底是需求還是估值呢？評論區告訴我你的判斷。這裡是明野3000里的頻道，帶你用科技事件看懂這個世界正在發生什麼。覺得有用就順手點個讚吧，記得訂閱，打開小鈴鐺，咱們下期再見。